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泰国预言家普莱最新警告 ：X 疾病来了，上半年字母 H、J、T 开头的国家要小心了。与此同时，美国通灵警官预见最危险的月份，生物战威胁逼近，半个中国惊现诡异无人机，2026究竟还会发生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越来越多的预言家、命理师几乎不约而同的都发出了警告，就是2026年很不太平。大家还记得吗？奇闻之前呢有做过一期节目，介绍过一位泰国的预言家，名字叫做普莱。他不但准确的预言了2025年的缅甸大地震，还提前呢是看到曼谷高楼倒塌的画面。更关键的是早在2025年初，他就提醒年底泰国呢会有一个以泰文字母 S 打头的府，是政府的府，会爆发非常严重的水灾。结果呢，到了2025年的11月下旬，泰国南部真的就是遭遇到300年一遇的大洪水，而重灾区正是宋卡府。而且当时流出的灾情画面呢，也和普莱先前描述的情景高度的吻合。就在2026年即将到来之际，普莱呢最近是密集的出现在多个泰国访谈节目当中，他给出的结论就是2026年非常凶，而且会比2025年更糟。那这一次呢，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完整的整理翻译了他最近多场访谈。那接下来呢，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普莱的眼中，2026年到底会发生什么？关于2026年的灾难，我们先从火说起。在12月5号的一场节目当中呢，普莱就提到，很多人说2026年是火马年，但在他看来呢，那不是一匹普通的火马，而是一匹冲进火里奔跑的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年呢一定会受伤，会吃苦，但不是走向毁灭，而是在极度挣扎之后还活着跑出来。只是呢，这个过程会很痛。而他呢真正感到不安的是2026年灾难的密集出现。在访谈中呢，主持人就直接问他：ปีหน้ามันจะน่าเป็นห่วงมากเลยเหรอหนักกว่านี้ค่ะ อุ๊ยปลายแยกไม่ถูกเพราะมันมาใกล้กันคือใช้คำว่า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หนูเริ่มมีความสับสนกับการแยกคำว่าไฟที่มาจาก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กับไฟที่ระเบิดตุ้มจากอุบัติเหตุ普莱说呢，他看到的火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火灾了，而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对抗。虽然距离泰国很远，但影响会一路扩散过来。普莱呢还特别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概念。他说2026年是通往2027年的过渡年，而2027年才是真正的火之年。在进入那个极端之前，大自然呢会先进行一种平衡，结果呢就是水与火会同时的出现，也会同时增加。在另外一场节目当中呢，普莱也特别就提醒，在接近新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爆炸事件。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ระวั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ระเบิดซะมากกว่าคล้ายกับพลุแต่ไม่ใช่การเฉลิมฉลองนั่นใช้คำนี้คลังแสงดินปืนดินประสุอะไรระเบิดอะไรแบบเนี้ยค่ะในช่วงมันจะตุ้มตามช่วงใกล้ๆปีใหม่ค่ะในสถานที่ราชการหรือในสถานที่ของคนทั่วไป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ชุมชนระวังเยอะๆเยอะไหมคะ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หลายที่ค่ะ那么刚刚谈到的就是地表上的火，接下来呢，咱们要说说是藏在地下的地震。当主持人问到普莱，明年的泰国会不会再出现像2025年初那样的地震呢？那普莱的回答相对的是保守了一些。他说比较像余震，而不是主震。也就是说呢，震动还会有，曼谷依然可能会出现高楼摇晃，但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前提下，未必呢会出现大规模的倒塌。注意哈，他这句话的重点，前提可是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紧接着呢，他说自己看到了一个惊人的画面，ตุ้มละควันใช่หรือเป็นลูกไฟหรืออุ้ยลูกไฟยังไงวิตึมหรือไฟร่วงจากฟ้าไม่ใช่ไฟร่วงจากฟ้าหรือการวางไฟไว้ข้าม
ข้ามมา ข้ามมาแต่ทำไมมันไกลจัง ไกลนะข้ามมาจากตรงไหนเนี่ย ตอนนี้เห็นอยู่2 จุดนะ แต่ไม่กล้าพูด。普莱呢不敢说来源，他只是比划了2个位置，说中间的这个地方呢会出现火球，但他认为呢更可怕的是在泰国北部的边境，那是一个历史上冲突不断的地方，目前呢只是暂时沉寂。他说那里存在一个诅咒，一旦出事儿，那么影响呢会非常的大。普莱还提醒，今年跟明年很多灾难的背后其实都有人为的因素。所以2026年呢，他说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而在另外一场访谈当中呢，普莱还补充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他说，从他接收到的讯息来看呢，2027年地震会更多，但是其中一部分并不是单纯的板块运动，而是某些国家在海上、在海底进行武器试验和演习，甚至刻意选在本来呢就已经不稳定的裂缝区域。在他看来呢，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演习了，更像是在刻意的秀实力。问题呢就在于，当这一类的行为发生在地质本来就脆弱的地方，连锁反应就不再只是停留在一个地下了。当地下呢开始动荡之后，接下来浮现的将会是一个全世界都躲不掉的关键词，那就是水灾。普莱说呢，2026年是一个雨水过多的一年。多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呢，就像是天漏了一样，雨会下得非常多非常多，多到某些地区呢会变成风暴反复经过的一个固定的通道。他形容说呢，这就像是地球的中心点发生了偏移，也就是说全球的气候结构呢正在改变。而这件事儿其实呢，我们现在已经是看到了一些端倪。那过去呢，像印尼、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这些接近赤道，原本呢不是台风主要路线的地区，那今年呢却打破了这个常规。11月26号，一个名为森雅尔的一个热带气旋，首次呢是在马六甲海峡上空生成了，并且呢在东南亚带来极端的强降雨。这个变化也就意味着，原本呢不在风暴路线上的东南亚沿岸，已经变成了风暴的最前线。紧接着，那普莱呢还提到了一件他最不愿意说出口的事儿——空难。普莱说呢，2026年还会发生一起很可怕的飞机事故。他看见过一个飞机失事的画面，也知道事故可能会造成伤亡，但是他不敢说出来，这是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发生的，只是提醒大家，搭飞机前呢，请一定要检查航空公司的资讯。ในปีหน้านี้การสูญเสียจะเยอะไหมครับใช่ได้อะใช่ได้อันนี้คือไม่รู้ประเทศไหนนะขอให้ไม่เกิดไม่รู้ขอให้ไม่มีขอให้เป็นความฝันคิดเองมโนเองช่วงครึ่งปีแรกหรือว่า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ไม่รู้ไม่กล้าพูดเลย普莱呢还警告说，2026年的上半年，大家呢最好是暂时避免前往字母是 HJT 开头的国家。如果呢是带着孩子、家人出游的话，他还建议呢能缓就缓。因为呢，连那些国家的人自己都格外的谨慎。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呢，已经是包括了火灾、水灾、地震以及空难。这些事情听起来已经够可怕的了，是吧？但是如果你以为2026年最大的风险就在这儿了，那你可能还是低估了。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大规模的水灾之后呢，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洪水，而是接下来的瘟疫。当主持人问普莱2026年疫情会很可怕吗？那普莱呢没有用病毒，也没有说是传染病，他只用了3个字来形容：新东西。而这3个字其实呢才是整个2026预言里最危险的字眼。ใช้คำว่าของใหม่นี่ตกใจมาอีกแล้วเหรอของใหม่ที่ผสมกับโลกโบราณผสมกันปี70 71 73ดอกจันเอาไว้มากกว่าปี69普莱强调说，2026年很可能只是开始，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是后面几年，甚至会不会重演5、6年前的那种全球性疫情呢？那普莱说，可能是另外一种类型，不一定会发展到全面封城，所有人不能出门的那种程度。但是呢，他说会看到非常可怕的画面，因为呢，它不是一次性的大爆发。而是像花瓣掉落，
像树叶大量凋零一样，人会一批一批的死去。而且呢，这个病不一定是全球同步，而是先集中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发生。那这种病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เป็นโรคที่มาจากสัตว์หรือเป็นโรคที่เพาะมาจากห้องทดลองค่ะที่หลุดมา ผสมค่ะโรคผสมแล้ว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น่าจะ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มันก็แอดวานซ์ขึ้น ใช่ค่ะ เป็นโรคที่มาจากธรรมชาติหรือจากห้องทดลองเป็นโรคที่ผสมห้องทดลองเพราะผสมกันแล้ว ผสมมาเขาว่าอย่างนั้นนะท่านว่าอย่างนั้น ท่านว่าอย่างนั้น 普莱呢在访谈当中，他反复提到了一个关键概念。他说呢，这是一种混合性的疾病。古老的疾病呢，与人为实验的成分已经是混在了一起。那主持人就追问他说，那这种病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传播呢？普莱呢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只是说了2个词。 หนูเห็นคำว่าเหมือนวันกับการโรคโบราณ2 อันเนี่ย วัณโรคกับกาฬโรคผสมกันอาการ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บื่อ ก็เป็นเบื่อในฝั่งนั้นเลยค่ะ 在另外一档节目《The Six Sense Talk》当中呢，主持人就问普莱，2026年会不会有战争呢？那普莱呢，很肯定的说，一定有，但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他说呢，2026年的战争会分成2种，那一种呢就是看得见的战争，另外一种呢才是真正危险的，他称之为是隐形的战争。所谓隐形战争呢，指的不是坦克、飞弹，而是生物战、生物武器。而且呢，不是一次性全面释放，而是试验性的、局部性的释放。所以短时间内你可能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全面封国的画面，但你会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那些说不清、查不出原因的怪病。主持人就追问他说，这些疾病是不是源自泰国境内时，那普莱的回答是从外面进来的。 ซึ่งการทดลองนี้เนี่ยเป็นของบ้านเราเองหรือเป็นของข้างนอกแล้วเขาเอามาทดลองในไทย ข้างนอกปล่อยมาข้างในคือโดนคนข้างนอกเนี่ยขึ้นเครื่องเข้ามา คนข้างนอกขึ้นเครื่อง ใช่ แล้วเอามาปล่อย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เงี้ยเหรอ โดยที่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ไม่รู้ตัวเนี่ยค่ะ เหมือนของพวกนี้ติดมา ใช่ แล้วก็มาเผยแพร่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ค่ะ มาแพร่เชื้ออ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างเงี้ย อา เห จ รอ จะเป็นไข้หวัดใหญ่ ธ ธรรมดาแต่ว่าทำไมมันรักษาไม่หายสักที อ่า อาจจะแบบท้องเสียหนักกว่าเดิม อืม 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 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มาจากโซนไหน อาหรับกับโซนรัสเซีย 普莱呢也提醒大家不用恐慌，他的呢这些话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提醒那些有职责的人要知道应该提前防范了。在访谈当中呢，普莱也再次说清楚自己的立场，他不是算命师，也不是占星师，他形容自己呢只是一个翻译讯息的人，把从灵界接收到的提醒呢如实的转达。他说自己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让人知道因果善恶、天堂与地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值得关注的是，看到瘟疫的还并不只是泰国的普莱，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国也有人在几乎同一时期看到了相似的画面。他是一名美国退休警察，名字叫 Marty Braden。和普莱不同的是呢 ，Marty 他所看到的画面是更加的具体，甚至是瘟疫爆发的时间点。从小 Marty 就有预知梦的经验，而且呢多次在事后被验证，准确的令人震惊。但早年的他呢，并不是虔诚的一个信仰者，直到大约10年前，一次突如其来的濒死体验，彻底是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形容呢，那像是一场与神的相遇。也正是在那之后，他开始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些画面呢，不是偶然的。在他看来，这些关于大灾难时期的梦，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发出的警告。2025年的10月10号的深夜 ，Marty 从梦中惊醒，他全身颤抖，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这个梦是一个关于12月的警告，必须要记下来。隔天呢，他把整个的梦境呢公开发表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他说呢，在梦中他看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瘟疫，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连2020年那场疫情相比之下都显得不值一提。
梦里的他呢，仿佛又回到了执法单位，但整个警察系统呢已经被全面封锁，所有的人被集中在一栋庞大的跨部门的警察局里。每天呢，他都会看到最新的通报送进来，而那些通报只会让人越来越不安。当他望向窗外的时候，街上的人行为迟缓，神情空洞，像僵尸一样在城市里游走。他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不是单纯的混乱，更像是一种攻击，一种疾病，或者是一场瘟疫，直接影响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甚至有些人明明已经被隔离在室内，只要曾经暴露过，就开始出现说话困难、反应迟钝等等症状。在梦中呢，他还看到一个极度诡异的画面，人们正在交换圣诞礼物，但整个城市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人们只是机械式的完成圣诞节该做的事儿，整个气氛黑暗阴沉，令人不寒而栗。即使是待在室内的人，也对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度的不安。梦境呢，到这里结束了。Marty 事后这样说，他说：“我在梦中看到与感受到的一切呢，让我极度的担忧。当我终于醒来时，我非常感恩那只是一场梦，但同时呢，也被深深的震撼，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关于 Marty 的这个梦境，奇闻呢帮大家是整理了3个关键的重点。第一，就是 Marty 看到的这场瘟疫呢，会让上一场疫情相形失色。那这一点呢，其实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普莱讲的预言内容是高度一致的。第二，这一场瘟疫呢，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而这正是许多生物武器长期研究与设计的一个核心方向。那么第三呢 ，Marty 清楚地看到了时间点是落在了圣诞节期间，但是他并没有说是哪一年，只知道那是某一个未来的12月。而当你把这位美国前警察看到的画面和前面咱们说到的泰国普莱提到的隐形战争与生物战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呢，他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同一场还没有发生的灾难。与此同时，最近呢，许多报道也指出，中国大陆多地流感疫情呢正在迅速的升温，病毒传播范围广，症状呢也是来势凶猛，感染率激增。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流感季已经成为近4年之最，而且呢，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上升。至于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外界无从验证。但更可怕的在后面，从11月底开始呢，中国大陆10多个省份接连是出现了一种更为诡异的现象，大量的无人机3更半夜的就在城市空中飞行，而且呢还在居民楼的上空盘旋，并且喷洒了不明液体，这引发了民众的恐慌。从大陆民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多架无人机呢在夜空中反复飞行，行径是高度隐秘。这究竟是防疫作业呢，还是另有用途呢？外界不得而知。但不少网友就表示，在无人机喷洒之后呢，空气中出现了一种烧焦的怪味儿，有人就随后出现了头痛啊、发烧啊等等不适的症状。10几天过去了，那身体依然没有明显的好转。于是呢，许多人就怀疑，这些深夜的无人机究竟在做什么？难道是中共在投放甲流病毒或者是生化毒物吗？对于民间的这种质疑声呢，那官方始终是保持沉默。12月11号，台湾灵性博主仙女星系的素雨也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件事儿。他认为呢，无人机在深夜喷洒不明液体不像一般的防疫措施，于是呢，他选择从灵性层面切入，连接大天使拉斐尔，试图看清这个事件背后的本质。根据絮语的转述，大天使拉斐尔的回应相当的直接。他说，这本质上呢，就是一场恐怖的生化攻击行为。在那些被喷洒的液体当中，包含非天然、经过人工改造的病毒成分，目的是提高致病性与感染力，让人们更容易生病，也更难恢复。拉斐尔指出，目前呢，整个地球正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期，
尤其是2025年到2027年这3年。而这些事件其实呢，都和中国在这个时间点所面临的转折有高度的关联。但与此同时呢，中共乃至一些所谓的金字塔顶端或者是深层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并不希望人民变得太强大，活得太清醒。拉斐尔说，黑暗势力控制人的时候，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最大的手段就是思想的控制。因为一旦人民开始懂得思考人为何而活，开始向上寻找更高层次的智慧，那么邪恶的控制结构就会松动，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可怕的。为了阻止这种觉醒，邪恶于是呢想尽办法让人民疲于奔命。只要人们每天都在为健康、为生计、为恐惧奔波，就不会有心力呢去触及更高层次的精神与觉醒。然而邪恶的目的会得逞吗？事实上，自从雨墨龙事件之后呢，社会已经掀起一股觉醒浪潮，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悲剧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在中共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历史上的许多预言呢，都提到将会有一场大的瘟疫。我们回头来看今天我们所提到的泰国普莱，美国的前警官 Marty 也都从灵界获得了关于未来瘟疫的警告。那么这样的灾难，人类有什么办法应对呢？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曾经说过，他认为瘟疫的出现是与天象变化以及人类的集体状态有关，这是一种共业。要想真正渡过难关呢，只能从人的内在觉醒开始，其中一个关键呢，就是恢复对神的信仰。而这样的观点呢，在中国上古经典《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呢，早就给出过答案。书中记载，皇帝问岐伯，疫病来临的时候，人人都有被传染的风险，是否存在一种方法，不必救治也能避免感染呢？岐伯回答说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呢，真正不容易被侵扰的人，正是因为正气充实于内，自然不容易被邪气所干扰。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句话可能不只是谈身体的一种免疫力，更是在提醒我们，当一个人内在清醒，心存正念的时候，再大的外在冲击也未必能真正摧毁它。至于2026年世界的走向，泰国预言家普莱其实呢还谈到了更多关于2026年的预言，包括社会的变化以及大家最为关心的经济问题。不过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部分我们先不展开。如果大家很想让奇文呢来聊一聊，就请在留言区呢扣1，我们就把这部分内容留到下一期再来跟大家分享。那好了，今天的故事呢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喜欢奇文的节目，就请点赞、订阅、转发，鼓励一下奇文早早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呢下期节目再见。